听闻那位新任京兆少尹林燕，并非世家子弟，也未师从名门，一路走来，全凭自身本事，无人提携，令圣人破格擢取，还特赐了玉蝶蟹和金玉带，同正3匹一般。听闻他的俸禄也是圣人钦差，可比正2品呢。哎呦！ 这林小郎君生有宋玉之才貌，孟老的外孙女年已及笄，可不可以去问一问这青年才俊呐？求婚者只怕踏破他的门槛喽，老夫未必高攀得起。孟老说笑了。林少爷，诸位真折煞宴也，既在殿外，宴为晚辈，理应先向诸公行礼。万。陛下今日圣体微恙，还请诸公先回吧。陛下今日不便听奏，林少尹留步，陛下着少尹入阁觐见。陛下，陛下圣体抱恙，本该休息，何故唤臣做出仆席？老秦钟贵收了吧？这收不得。哎呀，罢了，朕不玩赖便是，总得把这局打完吧。臣已然进京，薄席自当随时奉陪，但眼下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请示陛下。拿正事儿堵朕。说吧。华苑县贪墨赈灾款案是陛下命臣督办的，首犯乃是当地县令，他想以万金赎罪，不过臣驳回了。前日他已问斩。这事办得很好啊。可这位县令姓窦，是窦贵妃家的亲眷。云烟，你大胆！陛下明鉴，窦县令府邸所储胡椒数量颇巨，足够永安东西方使用上4年。胡椒金价如今远胜黄金，当日流民深受其害，百姓不得口粮，甚至易子而食。如此巨贪都可免死，臣实在不知如何服众。此事查之多年无果，你是如何拿到罪证的呀？窦县令手下有个云家小郎君，是个痴情种。你竟敢对某窦有私刑！等老子出去，第一个就弄死你！云小郎君，某怎会对你动用私刑？只是有样东西不便在人前展示，故请你私下里寻。熟悉吗？这封信怎么会在你这儿？你给我，把它给我！你跟着窦县令许久了吧？久到都跟人家的妾室生死相许了。你猜他会如何对你们？不如拿出罪证，送他一程，这样你就能和你的心上人双宿双栖了。真是个不争气的。罢了，刺死谭某案首犯，
本也应当。适才你提及东西方士，似是知晓方士每年的用度，可是夫人前已有所了解啊。东西方士胡汉通商，鱼龙混杂，是京关内宫以旁戚之名经商渔利之所在，形势复杂，在经济做事，能否制衡方士，至关重要。此前凡着身京兆营者，悉皆辞任。俱是忧心当中关节无法打通。若由你来管，你当如何啊？民以食为天，臣欲先治理以饮食闻名的聚贤巷，从小处着手。哎呀，朝中有不少人将你视为眼中钉，但朕对你寄予厚望。方士要管，但千万不可操之过急。你现在暂以巡查为主，待你坐稳这个位置，再行举措。臣愿为马前卒。郎君，前面就是聚贤巷了，可要下去巡查一番。这家做买竟容了些江湖手段，也就是欺负这些百姓出门时，不知外头根本没有什么叫天津的搞。哎，试一下，我12钱，我说12钱。哎，你这干什么？这位郎君，有些问题想请教。哎，不是，面糊是面做的，20钱可买1斗；葱2钱1兜；胡麻和盐稍贵些，但也费不了多少。这煎饼何须12钱1整？你有毛病吧你是不是捣乱你啊？唉，哄抬市价，若是告到市署，可就不是件小事了。威胁我？你以为我是吓大了吗？什么市署？哎呦，夫人，你抓我干什么呀？组什么呀？堂的画像，画像。既如此，那某就不客气了。要这么多钱，真是不良商贩。就是，镇定点，正常。我祖宗啊！林少爷，林少爷，请留步。林少爷。不好意思啊，林少爷，我们刚才不是故意的，我们这就是小本生意，只不过是想多挣些钱罢了。少爷能不能再多给我们一次机会啊？我叫沈建设，今日得见，3生有幸啊！3生有幸啊！你正常点，冷静。大娘认得出在下？刚才其实还没认出来。但是再看2眼，少爷人中龙凤，见之忘俗，这怎么可能认不出来呢？人中龙凤啊，人中龙凤啊，活的，哇塞！别，少爷，我错了。知道错了就好。某再给你们一次机会，恢复正常市价，绝不再犯，否则，某这就去市署定你们的罪。少爷，你说什么事情？这几位适才只是与各位开了个玩笑，这些煎饼均1钱1张。1钱？说得对。哎，祖宗，怎么回事？在这儿见到祖宗了！我的妈呀！祖宗！别急，不要去让他来招有闲掉了。别着急，都有。哥哥。
林少爷恕罪，这位郎君也恕罪，对不住，对不住。啊。娘子是何人？拜见林少爷，民女沈韶光，家中在聚贤巷摆摊，听闻少尹上任，担心一路上没吃好，特来为少尹做煎饼果子，送饼上门。你这都送饼上脸了，你懂？对不住，对不住。你就是沈韶光。某再给你们一个机会，供出首物，恢复正常市价，绝不再犯。说出主谋。主谋？我知道，我妹妹沈韶光，全是他出的主意。他说搞一个竞拍，然后大家大赚一笔。少尹知道我，我这么快就出名了，烙饼西施。行了，赶紧回去吧，下次不要再哄抬价码，否则当处吃刑。什么哄抬价码？自己做了什么，心里不清楚吗？哎，林少爷，我站住！哥哥，最新研制出的口味煎饼果子嘞，咸口甜口都有，1钱1个的煎饼果子。坚持住，祖宗总会来的。那好。最新研制出的五彩煎饼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哎，该出手时就出手，机会不是天天有。好香的五彩煎饼啊！五彩煎饼啊！哥哥好厉害！这个煎饼我要了。啊，好，我要了。夜尽将至，速速归家。马上收摊。来了，煎饼果子，新鲜出炉的煎饼果子，好吃实惠，价格不贵。我7万，煎饼不喊我一声呢？我给你们把车去了啊！好吃不贵。Defeat。我们的祖宗还不是世界上最讨厌吃煎饼果子的人了。哎，张侍郎，张侍郎，请留步。下官御史台新任侍御史裴斐，奉命为林少尹造册，但下官不曾在吏部见到少尹的文书，不知张侍郎能否行个方便呢？怎么会没给你呢？哦，估计是太忙了。裴郎君，再等等吧。张侍郎，某为陛下分忧，无暇顾及一份文书。裴御史如此纠缠，张侍郎，哎呦，是林少爷。荀某可是有事？某新官上任，若是御史台上无造册，恐影响考评。侍郎若公务繁忙，某可亲去吏部领取文书，送交裴御史。哎呀，底下的人也是忙昏了头，这点小事哪能劳烦少尹？明日一早，某立即派人将少尹的文书送往御史台。有了。下官谢过林少尹。听闻裴御史住得远，早起上朝，可曾用过早饭？啊？我找吏部3回，张侍郎能推4回。适才少尹邀我同乘马车，又请我来府里用饭，这旁人看了，定以为我们是相熟的。以后想要为难我，那定要先想一想才是。少尹的良苦用心，真不知道该如何报答。某也是一个人背井离乡，感同身受罢了。裴御史不必放在心上。郎君，裴御史。哎。有劳了。裴御史，请。哎。
少尹喜欢吃清淡的啊？谈不上喜欢，只觉没必要在吃食上费心，饱腹足矣。哦，裴御史若吃不惯，我请人去买。不，我吃得惯，吃得惯。我是乡里长大的，我吃这些再习惯不过了。少尹今日帮了我大忙，又请我吃饭，我该回请他。不必如此客气。不，一定要请他。你总不能连顿饭都不肯赏光吧？所幸，云水院是阿爷当年以别人的名义买下的，抄家的单子上都未曾录入，我才能辗转将其买下。17年前，阿郎任京兆尹，最后却因御官案下狱。当时的御史台可是群起而攻之，崔氏背上骂名，少不了他们一份功劳。郎君何必与那裴匪虚与委蛇？彼时裴御史还在家中守孝，未曾负荆任职，此事与他何干？那若论属相，郎君应是属押字的，怎会不计较？郎君是想日后清查御史台的时候，留着那裴匪还有用处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要谨慎。阿爷习惯把存书、手札都放在书房，或许能从中找到线索。外面的人都交代过了吧？郎君放心，就算是一只老鼠，我都不可能把它放进来。这暗门是阿爷秘密打造的，云水院荒废多年，倒也无人发觉。这锁是什么技巧啊？这是阿郎当年所制？是阿爷从前捡到的，说像是西域来的，只有他和阿娘知道如何打开。他们从不许我进这戏耍，总是锁着此处。如此说来，郎君也不知如何开这锁呀？应该不难。这也没锁眼儿啊。很好，有趣。姑姑，你好厉害呀！这种办法你都能想出来，还不是被祖宗逼的？我就不信了，他还能躲过霸王餐的诱惑。郎君，咱还真就被一个小小的西域锁就给难倒了。别急，总能打开它的。这是何物？
不是说连只老鼠都不会放进来吗？我这就去找他们去。回来。沈家，之前摆摊卖煎饼那一家人，不就姓沈？哦，还真是啊。若真是他们做的，这家人写的字、叠的东西，经营的法子、言谈的方式，都有些古怪，倒像是想引起我的注意。莫不是已经有人察觉了郎君的秘密？我花了4个小时，怎么会有人连霸王餐都不感兴趣？姑姑，我们要不要放弃呀？再想想办法吧。老天啊，你给我一个奇迹吧！你告诉我怎么能跟祖宗打上交道啊！我这怎么请少爷吃饭呀？这也都太贵了，我那点月俸哪儿够啊？凡持此传单者，可于民福驿站弟子1号房免费试吃。裴御史要带某去何处吃饭？少尹刚到京，想必对永安还不甚了解。正所谓，天下美食在永安，永安佳肴在聚贤。我们要去吃饭的地方，正是聚贤那儿一个快要开张的小馆，在开业之前，提供免费试吃。免费试吃？啊，是。你可是收到了那中奖的单子？少尹也知道。我本来还担心我囊中羞涩，请少尹吃饭竟是免费试吃，恐令人不快。看少尹神色，莫不是你也留存了那单子啊？也想着哪天过去免费试吃？如此正好，我们这便去免费试吃。这都快宵禁了，老祖宗不可能来了。哎洋洋，去床，我跟爷爷说一声，别热了，你这菜都热多少回了？哎，赶紧咱们吃了得了。哎呀，姑姑，大吉精神啦！奶奶说过，叹气是会让福气溜走的。好啦，福气回来啦。免费试吃的是这儿吧？林少爷，快前进！为了裴郎君，为了少爷，先干此杯！来，一起啊！来，一起，我们先干了啊！哎呀，哎，少爷怎么没喝呀？这少爷啊，你这个就有点这是吧？哎呀，林少爷，这之前哄抬物价确实是我们不对，喝了这一杯，以后就不跟我们计较了，好不好？抱歉，某不饮酒。少爷，我跟你说句真心话，某是什么呀？就是我的意思，这个时代喜欢这样说，比较装嘛。此为何物啊？你说你这没劲。这个叫做龙虾，是我们家待客的最高礼遇啊！尝尝啊！只不过呢，这儿呢买不到这种食材，所以说我们只能用馒头代替了。怎么样，少爷，您老人家尝尝？哎，对，尝尝，快，尝尝。龙虾，来，对。
少爷尝尝，尝尝，好吃。你这不吃又不喝，这不行，你得喝呀。就是。某不饮酒。不能再饮了，马上要宵禁了，宵禁不能出方，再晚了我就回不去了。那就更没事了，你就踏踏实实在这喝，喝多了住这儿嘛。对啊，积极嘛，大家，对不对？一宿就完了嘛。少爷呐，这一杯你要给我个面子，哪有当官的不喝酒的，是不是？对要是不喝这酒，那就说明什么？没原谅我们呗。没原谅。某并非此意。那就把酒喝了，就一杯，就一杯，就一杯。看来诸位是非要劝某这杯酒了。那怎么是？那我先喝，我。你看少爷这都喝了。哎呦，好，这酒量，一起，清醒一些。裴将军，来一块。少爷啊，我跟你说，有一就有二，咱们再来一个。某不胜酒力。你胜酒力，甘愿一杯。哎呀，太好了！来，来。哎呀。少爷，终于摸到真人了。干什么？这是祖宗。我和阿七已经打听过了，云水院后院入夜交班的时候有一段空档是没有护院的。只要咱们能找到钥匙，避开宵禁的巡逻，咱们就有机会趁着他酒醒之前溜进去。快搜啊！一会儿酒醒了，快点，轻点。哎呦，慢点。没事，继续。哪都没有啊，没有啊，你们俩行不行啊？哎呀，我来，你来。这个年代，一家之主身上带不带钥匙啊？不会要灌他那个跟班才对啊？会不会挂脖子藏衣服里了？娘子要对某做事。住手！这不是玩真的吧？祖宗挑的那些东西，该不会用来对付我们的吧？对，他不能真的要对付我们吧？爷爷说了，林烨入赘给我们家先祖沈娘子之前，冷血无情的很。公菜哥，公菜，你醒醒！怎么了？这么不惊吓，那就从他开始吧。是。公菜，不要！公菜，别动！爸爸，兜了这么大一圈，不就是想把某灌醉？这样吧，某先杀一个，警醒你们，这样你们就该愿意交代自己的身份和目的了吧？不行！祖宗，你先好，放我们一马，别杀我们，更别杀我，好不好？祖宗，谁是你祖宗？我错了，我们错了，求你了！你们到底什么目的？我们错了，少爷，求求你放过我女儿吧！千万不要啊！我们没什么目的啊，我们。少爷，我数3下。别！3，别，我们什么都没有。2，少爷，1。其实你是我的未婚夫。
你是不是疯了？这可是祖宗！你爷爷讲祖宗故事的时候，说他入赘咱家之前还有过婚约。他倒是没说，但我妈爱看那些言情小说里不都这么写吗？那种冷酷霸总必有一个神秘未婚妻，这是标配啊！我承认我有毒的成分。完了完了，这全完了！先别急，看祖宗这表情，阿姐别是蒙对了吧？你说你是我的未婚妻，可有证据？我知道你的真实身份，青阳崔澈。这林少隐啊，原名崔澈，青阳县人。8岁的时候，他的爸爸犯了死罪，崔家全都被灭族了，只有他侥幸被人救下，改名更籍，活了下来。说下去。崔家获罪族灭，林少隐是改了姓名，换了户籍，才得平安。可与我曾定下姻亲的人家，并不姓氏。我们是指腹为婚，崔家出事时，少隐不过8岁，记错我家姓氏也不奇怪啊。可怜你少时便失了家人，许多事都记不真切了吧？但请少隐把心放到肚子里，我们生意人呢，最是好歹，而且咱们未婚夫妻一场，也算亲戚啊。既是未婚，如何算亲戚？那你别管。总之，无论如何，你的事我们绝不会向外透露任何一个字。你自己想想，我们是姻亲啊，那害了你，我们不也得连坐吗？是，来。先前少隐问我们有何目的，确实有个不情之请，还望少隐能够做主，让我们住进云水院。诸位是想借着某进云水院落脚？啊，那说一声便是，何必这么大费周章？那少隐的意思就是说，绝无可能。其实我也想到过这个答案。堂堂京兆少隐吃了别人的霸王餐，却不允许别人吃他的霸王餐。既然如此，为了有个容身之所，我只能用非常法了。裴郎君，你起来为我评评理啊！林少隐他始乱终弃啊！裴郎君，你为我说说话呀！林少隐他手段发财，他生老婆呀！郎君。找死吧！你碰我嘴巴了！我们现在不仅有了夫妻之名，还有了肌肤之亲，你必须对我负责。你要是不让我们住进云水院，我就上大街上哭你始乱终弃。我数到3，1、2、3。大家快来评评理啊！林少隐他……我答应了。林少隐大恩大德，不与我这奸商一般计较，我实在感激。你是君子，最终承诺，我相信你一定不会反悔的。我也向你保证，我绝不会向其他人吐露我知道的一切。我们的关系，这世上不会有第3个人，不会有第8个人知道。大事当前，这家人实在蹊跷，且带他们回去，盘清底细。
哎呦，这个云水院跟现代的沈氏故居是不大一样啊。是不一样。我们真的能免费住在这儿了就吗？怕这少爷他不要钱，他要命啊！哎呀，你别瞎说，吓着洋洋。来了。少爷，诸位暂居于云水院，旁人总会非议。虽则崔家与沈家定过亲，但毕竟男未婚女未嫁，实不知有何名分可同屋而居。不是少爷，你不会又反悔了吧？这我们一家子行李都搬过来了。不会吧？是啊，我这还得扛回去啊！哎呀，某只是担心，若连个合适的名分也无，届时同僚察觉，谈何某私德有亏，某与沈娘子该如何自处？少爷啊，我在一本书中看过，亲戚之间救急，未婚男女也可同住的。更何况我们有这么多长辈在呢。少尹呢就对外说，沈家与林家是表亲，沈家遭难，长辈携家投靠。对呀，对，亲戚，这都是亲戚。哎，也好，勉强抵一阵吧。哎呦，谢少爷。这家伙明明就是故意引导我们提出以表亲名义相处，还让我们觉得给他添麻烦了理亏。不愧是老祖宗，也有奸商的基因。少尹勉为其难的收容我们呢，我们也是明白事理的。自古以来最年轻的京兆少尹，那可不能有我这样的乡下来的未婚妻哈。称表亲是再好不过了，规矩我懂，上岸第一件先斩意中人。上岸第一件先斩意中人。就是我知道你不想跟我成婚。沈娘子还真不似寻常小娘子，失了婚，却不见悲戚之色。没有啊，哎呀，我只是强颜欢笑罢了。悲戚，特悲戚。对，挺难过的。戏院都收拾出来了，诸位就暂且落脚吧。哎，谢谢少爷，谢谢少爷。刘璋，诸位，紧吧。哎呀，好。去看房间了。也没人管我了，这就走。姑姑快走！哎，走慢点啊，待会儿帮我拿一下啊。郎君，这家人呐，他们也不曾睡，聚在一处是嘀嘀咕咕的，也听不真切他们说的是什么。郎君打算接下来怎么对付他们呀？他们想方设法进云水院，自然不会安静待着，等他们先动。刘长，父母确实曾为我定下一门婚事，但是我依稀记得。那家人姓郑，不是姓沈，你可有意见？虽然我打小就进了崔家，但一直都是在外院干些杂活，没听说过这些。你瞧瞧，我刚教会他坐四难车，就整日在院中做这些。阿姨、阿娘、阿爷，我会做这个了。让我瞧瞧。嚯，这做的这么精致啊！不错。这个四难车啊，在战时可做货运之用，但它能造出来也未必都是好事。咱们崔家战时要做良将，保家卫国，但还是盼着日日都如今日般天下太平。我们只用做好忠臣，守护一方百姓。好，我不说了，你娘跟你说。阿彻，其实今日阿爷阿娘为你定了一门亲事，你以后长大了
可要好好待人家小娘子啊。为何要定亲事？娶妻有何用？他又不能给我造四难车。阿彻，因为阿爷阿娘不能陪你一辈子呀，所以也希望你能有自己的家人。你不是一直都想做大丈夫吗？大丈夫就要像你阿爷一样，对得住亲友妻儿，也无愧于天地百姓。查仔细了，一个都不能放过。阿娘，小郎君，冷静，冷静。我的腿好像断了，走不了了。仔细搜，一个活口都不能留下。小郎君，你要不还是丢下我吧。我只是个外院伺候的，崔家人却一直待我很好，总不能因为我让崔家最后一个人折在这里。闭嘴，刘畅！往里面再找找。你想把人都引过来吗？还没到绝路，来，我背你。阿彻，你阿爷绝不会做那样的事，你一定要活下去，查明一切，还崔家清白。不过过去这么多年，郎君你的样貌已与少时大不相同。那这家人，他们是怎么认出来的呀？这几日，你先好好盯着他们，我也找机会探一探他们的底。哎，谢谢。哎呦，少爷来了！快起来！少爷，少爷，你看我们在这儿待半天了，府上这厨子做菜是不是慢呢？到现在这主菜还没上，已经上齐了。啊，是这样的，我们郎君呀，素来不喜在吃食上耗费心神。哦，诸位要是不惯的话，可自行离开呀。不，刘长，手里。哎，对，其实本来就是我们叨扰了少爷，其实都行啊，客随主便，客随主便。客随主便，伯父当真随和。譬如，今日晚辈并未向伯父伯母问安，换作寻常长辈，怕是早就遣人来问。不会。请安。晚辈礼数不周，现下补上，问伯父伯母安，恭请伯父伯母用膳。别，少爷别！哎呦，别！哎呦，还来！少爷，不是这不行，这不行。伯父伯母，这不合理啊！不，没事。不，少爷啊，我们必须得这样，要不然，这我们该折寿了。对呀，不合适。伯父伯母是如何想的？怎会向在下一个晚辈躬身？啊，这，少爷见谅，堂京兆少爷向我阿姨阿娘行礼，他们受不起的。我们都是白身，还白吃白喝白住，怎么好意思再受少爷的礼啊？对呀。是啊，要行礼也应该是我们给少爷行礼啊。这是在家里，我只是晚辈，不是少爷。诸位不必与我讲究这些。哎呦，少爷太好了，咱今后啊这些礼数咱都不讲究了啊，咱吃饭吧。吃饭。
哎，少尹坐。哎，坐。哎，少尹坐。哎呀，少尹别见怪，我们是从乡下来的，散漫惯了，吃饭是不大规矩。是。沈家与崔家定亲之后，似乎未曾往来。又试探我们，崔家的事儿爷也没说全，但听祖宗没啥口音，肯定是小时候就来了永安才能练出来的。这不是崔家后来就进京了吗？和老家人往来，自然就少了。哦，那沈娘子可知道，崔家进京之后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们家资质低微，配不上少尹家。我们猜测过几年多半是要退亲的，便不便打扰。后来就听说崔家出事了，也没敢打听具体情况。要不是现下实在困难，也实在不想来麻烦少尹的。所以，崔家进京之后，两家再无往来，你们也并不知晓崔家的情况。对。如今某也改了姓名，那诸位是如何找到某的？少尹，你忘了吗？就是那日呀，少尹进京上任巡查聚贤巷，碰巧遇到我们摆摊卖煎饼，我们就认出来了呀。是啊，虽然多年未见，但毕竟是亲家嘛。我这一看，这不是未来女婿吗？是，我也认出来了，我太激动了，是他。某还要去上朝，诸位慢用。少尹慢走。慢走，少尹。爸爸，你怎么不站起来啊？太麻了，动不了。哎，都下去吧。是。糟了，郎君，我这突然想到了，这沈家人通过您的样貌认出来了，那这不就说明往后朝堂上还会有人觉察此事吗？进京这么久，哪位你终于想到了？不必忧惧这些，我既回来了，就没打算将身份瞒到最后。我在文书中查到，这密文是火熏国使用的数字，对应的就是1234567889。这竟然是数字啊！这是刻痕，寻到正确的数字对应刻痕就能开锁。9个数字，8个空眼，一共是1000万种可能。1000万种可能，那就是根本没可能推得出吧？郎君，这1000万种可能可有点……安静。郎君，要不还是我来吧。我刘长，就算此生不吃不喝，不娶妻，不生女儿，我也要把这1000万种可能一一试过，以报郎君。安静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阿郎曾经教过郎君听音开锁呀。女儿保住了。我看我需要学的是如何治牙药。有人来了。
之前祖宗的画像就在这里面。难怪100个剧都这么拍，原来古代的机关真是这样的。这个锁是这里，那能送我们回去的时空隧道，会不会就在里面？88888。怎么没回去呢？但这就是那把锁呀，他是跟我们一起过来的，那猜测应该没错。这座祖宅就是连接过去未来的时空隧道，那我们一定能通过这里回家。少爷，你在做什么？我不小心迷路了，不小心就走到了书房，又不小心来到了这个房间，不小心打开了这把锁，就进来了。不小心？这锁上是火熏国的数字，寻常人根本不认识。沈娘子有这等好本事，怎会是个不小心之人？我不知道你说的火熏国数字是什么，但是我就是认识这几个数字。我们以前是做生意开饭馆的，懂得不多，但是数字是最熟的。你看啊，8888888888，全是发，就是发财赚钱的好寓意。这个对做生意的人来说太好猜了。郎君，就这么让他给跑不了。若非多方配合，当年的旧案绝无可能做得滴水不漏。崔家覆灭，与崔家有姻亲的沈家，又怎得保全？难道说，他们压根儿就是冒名顶替的？与郎君真正有婚约的，另有其人。亦或是，与我有婚约的正是他们，但他们为求庇护，投靠了什么人？那他们许是旁人的暗中。怪不得，此女子竟然识得火熏国数字，我都不识。他们或许在西域受过训。接下来怎么办？要不要把他们抓回来，严刑拷打？
刘长，天行念2年春，时得萧五郎。五郎才智都随身，故效此举，承此札记。这是阿爷的手记。天行念3年，彻，身量稍长。天行念6年，是阿爷出事那一年。他早在3月26就已经发现有人在卖官，手甚至已经伸到了兵部。阿爷发现有人操纵兵部人调，所以才会在5月把我和阿娘送回庆阳老家。他预感到自己查下去会出事，以为这样就可以保全家人。谁知幕后主使把一切都栽在他头上。阿爷身死狱中，庆阳翠氏一族抄家。这份手札，即便呈堂也是无用。若想翻案，就必须找到更多证据。好像没回去。什么情况？咱回去了吗？啊，不知道吧？阿七，你说这是？你们在做什么？我操！别怕，别怕，洋洋。沈娘子，请。少爷，昨晚的事真是个误会，我可以解释。
昨夜，你们一家人潜入某的房间，意图谋害。没有，绝对不是，少爷误会了。误会？我们潜入少爷的房间，是为了给少爷祈福。祈福？祖父曾告诉我们一条法门：洗手焚香，供奉圣品，挥洒花瓣，向心中万分敬仰之人3鞠躬，就能为对方祈福。我们在少爷家蹭吃蹭住，实在过意不去，便举办了这场法会。是仪式，保佑少爷福星高照，长命百岁。其实，沈娘子并非是与某有婚约的那个人，对吧？那只密文锁根本就不是靠猜能猜中解法的。沈娘子怎会知道密文是什么？不如坦白一点，你们到底在图谋些什么？说出来，也许某还可以帮你。少爷一定要这样欺负我吗？我就是在青阳，崔家小郎君是何等的正直端方，绝不会对落难亲友袖手旁观。我知少爷不易，就因亲帮不上你，可还是想奢求一份情谊。可是少爷却想推翻我的身份，彻底撇下责任。原是我们不配，我们会自行离开。某在下，我并非此意。你别哭啊！看来这泪洒当场的戏码，在古代也是通用的。如果少爷想让我走，我一定会带家人离开。只要你一句话。我并非此意，只是儿时与沈家如何，我记不真切了。有许多事情要同你确认。我明白，少爷历经坎坷，难以信任他人。没关系，少爷以后有想问的尽管问，日久见人心，少爷一定会知道我们为人的。我少爷要说什么？这么快就有问题要问了？我是想问你，你想吃煎茶吗？啊！少爷，少爷晚上好，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你认得出我？电视剧果然撑不起我，果然真相信戴个口罩就是伪装了。少爷身形优越，举止高雅，无出其右，我当然认得出啊。
深夜你鬼鬼祟祟的，要做甚？少爷这话说的，你看看你自己。我就说晚上喝粥吃馒头没吃饱，我想去厨房看看还有没有啥，结果啥都没有了。少爷夜行是有要事吧？放心放心，我什么都没看见，我什么都没看见。他这是在威胁我。你们从哪里来？在云水院有何目的？我都已经知道了。祖宗怎么可能知道我是从新种花家来的？带我去见他们。带你去见他们？你也想跟我们一起回去啊？不行不行，这会乱套的！啊，我带你回去。这么轻易就答应带我去见他背后的人，是怕死，还是另有图谋？我有病啊！我答应带一个古人回现代，我疯了！你那边的人是什么说法？我那边的人，不会是说我那些破亲戚吧？不对啊，他怎么啥都知道啊？但祖宗这么凶残，谁敢问？说，那边的人对我到底作何打算？他们对你能有什么打算？他们看到你都得吓死了。而且我们也想找到回去的办法呀，但是我们也没有把握。答应带你回去，也只是说尽力而为。况且，就算带你回去，他们也不一定会见你的。他们连我们都不见，半年都给我们去了10几回了。我们家混得愈发稀巴烂，根本不受他们待见。所以，那边的人是放弃你们了。那留你们还有何用？你骂的也太狠了！选中你们，安排到此处，总该有缘由吧？那我也想知道为什么这么安排啊！少爷，你放心，如果我们找到了办法，一定带你回去，好吗？沈家背后的人都放弃他们了，却还是把他们派到这儿，那就说明他说不通呢。哎，郎君，要不干脆对沈家动个思想拷问一下，什么不就水落石出了吗？先前吓唬他们也就罢了，真的动私刑并不合适，这里不是地方。在京畿做任何事情都要慎之又慎，拷问容易，收场却难。哎，郎君，你看啊，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，他们派这5个蠢材来是为了麻痹你？你的意思是，跟聪明人交手，大致能猜到对方的下一步；可对手是一群笨蛋，就根本无法预测对方的行动，反而能出奇制胜。对。哼，我发现你最近越发通透了。郎君也这么觉得？唉，我本想留着他们顺藤摸瓜，如今看来，他们只是一部废弃，留不得了。昨夜未能在大理寺找到崔氏案卷宗，我今晚再去一次。道士，你负责处理沈家人。将一切埋葬在这儿吧。埋？不是这种事儿，你交给我呀。
这厮违反宵禁，追！贡菜，你醒醒！贡菜，贡菜，什么情况？林燕，你别出声！求见少爷，有贼人向云雪院方向来了，我得要进去查看。少爷，少爷，你在做什么？你还有脸问？求见少爷。叶行被发现了吧？少爷，做什么？我有办法救你，但你记住，这次你欠我的。抱歉啊，诸位，今夜是妾在外夜行，违反了宵禁。娘子，方才那个夜行人，我瞧着仿佛是个男子。夜这么深，郎君怕是看错了，那就是妾。妾是少尹的表妹，今夜少尹肚饿，少尹嘛素来金贵的，妾只好出门，想是不是能撞上鬼事。抱歉啊，给诸位添麻烦了。娘子难道不知，违反宵禁是重罪？知道，但是少尹明知故犯，罪加一等。不是，我不知道，我说错了，我刚来永安不久，知不大道。少爷，啊，给各位添麻烦了。暗例夜巡，还遇上这桩事。表妹是因在下之故才会夜巡，并非有意违令。她曾在乡间度日，夜禁本就不严，刚来永安也是不惯。况且，她一个小娘子，亦未能做出什么大事。就按律，以前相熟，承诺往后再不犯戒，可好？少尹都这么说了，那有劳，有劳。永安若没有诸位，恐不能如此安泰。我跟我家人从头到尾都没有想过要害你，你为何要杀了我们？你方才替我掩护，不过是你自己也怕身份暴露。堂堂京兆少尹，半夜鬼鬼祟祟出行，你的秘密用脚想都更严重吧？但我们是真的拿你当家人看的，我们还答应要带你回去，你知道这事儿有多难吗？这事儿当然难了，你们这批探子早已被背后的人彻底放弃，你们根本就不可能带我回去。什么探子？你以为我们是别人送到你身边的探子？难道不是吗？你有病啊！来，你现在让那群官兵回来验验，看我们是个啥？我跟我家人唯一的盘算就是能有个地方住，然后找到回老家的办法。你昨天说要跟我们一起回去，我们还想着真的千难万难也要带你试试，结果你怀疑我们是探子，哪个探子会答应带你回老巢啊？你说。那你之前说你不知为何被安排来此，是何意？谁安排你来的？什么安排？林少爷，有没有可能我说的是不知道老天为何要这样安排？我们不想流落永安，结果却来了。我不知道老天为何要这样安排人。那你为何能轻易打开那火寻国数字的密文锁？火寻国数字，少爷。胡汉通商，什么技术方法我们都得学点儿，这有什么好奇怪的？那锁就是我碰巧打开的，8888谐音发，对做生意的人来说很难吗？拜托你下次有什么不知道的当场就问，别事后编出一套什么狗屁火寻国探子的故事，亏你想得出来。姑娘，不是，还没熟。少爷，我麻烦你睁大眼睛看清楚，我这兄长被人下药迷晕了，还能就地打鼾。我爸
我阿姨就会跟在我阿娘身后。我娘，我几岁大的侄女，我们谁看起来能跟你作对啊？刘长，哎，醒醒！哦，刘长，你为何要这么做？啊，不是你那天，你两眼一眯，你看见远方，你处理掉沈家人，把一切都埋葬在这儿吧，你跟我说的呀。我的意思是把这个事情埋葬，不是把这家人埋葬。你找个地方把他们看管起来不就好了？看管？我看明明是软禁嘛。林燕，你知道我们今晚在做什么吗？我们给你做了一大桌子好吃的，想感谢你。为了这顿饭，我昨晚还去厨房腌肉，我想给你一个惊喜。你倒好，你良心被狗吃了你！沈娘子，你闭嘴！哎，好嘞。是我误会了我们家郎君的意思，给诸位赔不是了。有你们这样误会的吗？你这一误会，差点把我们一家子活埋了。哼！是在下误会诸位了，你们不肯援诱是应当的，只是在下终归要说抱歉。郎君。各位别怪我们郎君，都是我的错，要罚要打要骂，我都是，对不住伯父，哎呀，对不住伯母，哎呀，对不住哎呀，对不住沈娘子。行了，别搞这套了，少爷，行，可以了，少爷，哎，行，可以了，我知道，哎呀，行了，先起来。看来你们俩啊是真的意识到自己错了，那这件事儿就接过吧。不过林少爷，我们确实是有求于你，想借着你和我们家的关系在这暂住一段时间。我们绝对没有其他意图，也希望少爷不要再这样猜忌我们了。实在对不住。那这事儿就过去了啊！算了，来，少爷，坐，不合适，听我的，来，坐呀，少爷。哎呀，吃，洋，来。饿了半天了都。刘长，吃啊！这次好好吃。吃啊！好吃。多吃点吧，少爷，补脑子。哎。多谢沈娘子。少爷，我来洗。沈兄，本就是我有错在先，这点小事理应代劳。不是，这就是我的本职工作。再说你还是我租给我们房子的人嘛，这不合适。不用，真我来，这不合适。不行，这不行。别谦让了，就让我兄长洗吧。麻烦少爷跟我来一下。啊，你去吧，我来。天，你把我耍完了，我还不想折寿呢。这是清扬的小吃，米豆腐，工序复杂，刚刚做好。知道少颖这些年很不容易，一定很怀念家乡的味道，就特意给你做了这道小吃。你差点把我们活埋了，我们还对你这么好，你是不是很感动啊？你要是很感动，你下次就别干这种缺德事儿了。抱歉，
今晚夜行干嘛去了？有些事还是少知道为好。懂。只有青阳人才知道如何做米豆腐。不一定，互联网人也知道。你们说想回家去，是想回青阳？其实我们老家也不在青阳，是后来去青阳认识了你阿姨阿娘，反正就是很辗转，哪儿都混不下去，最后又来了永安。不过我们还是很想回自己真正的家的。别担心，总有一天会有办法的。不说了，你快吃吧，放久了就不好吃了。米豆腐多是做咸口的，但是我爱吃甜口，所以给你做了甜的。从前，我娘也喜欢做甜口的。10多年了，我都快记不起她的味道了。你这样说，我都要心软不生你气了。今日之事，确确实实是我错了，望你们宽宥。他和沈娘子认识之前，性格冷血，狠辣无情。这也没有爷爷说的那么狠。什么？我说你一个少爷还愿意认错，还愿意改，很难得。其实看你这样，我家里人早就不生气了。那你呢？那你呢？你相信沈家人了吗？郎君，郎君，这是赵王殿下从素水城写来的。那殿下不是说，自打郎君进京之后，得圣人亲眼，自当避嫌，理应减少这书信往来吗？恐怕是有什么要紧事吧。赵王殿下是要我设法接近福惠长公主，探听朝中动向。福惠长公主，就是那个驸马坠崖昏迷10余年，爱好广收禁珍的那个长公主啊。是啊，不过赵王殿下为何忽然在意起朝中动向？殿下素来心系百姓，或许他就是想在意在意呢。哎，对了，昨夜我潜入大理寺，查看了当年崔家旧案的卷宗，证据做得很实。幕后主使若非在朝中根基深厚，做不到这般。那咱们不就有大麻烦了吗？郎君，我观你像是对殿下一直有所保留，就连咱们翻案这事儿，你都从未向他提及过。事到如今，郎君就不想向殿下求助一下吗？当年你我从崔家出逃，流落在外，是殿下施以援手，我们才活了下来。殿下对你我都有恩，我不想有朝一日牵连到殿下。阿爷手札中提到的萧五郎，恐怕就是长公主家的那位。长公主在朝中人脉广博，又是萧五郎之妻，接近她，
定会有新线索。啊，对了，这沈家人呢，他们嫌弃咱们家厨房做菜太素，吃不惯，非要自己下厨。我说那哪行啊？他们一家子那么古怪，我再让他们进厨房啊，万一哪天在咱们饭菜里头下毒啊！沈娘子说的对，他们的确蠢笨，无论如何也不至于选他们做探子。何况到如今，只有我伤他们，他们确实未曾有半点对不住我。那我还用盯着他们吗？不用，他们的米豆腐做得很正。往后厨房就随他们用吧，你也去多采买些食材回来。